目前中国汽车在加拿大市场现状如何？燃油年代，咱们自主品牌在加拿大基本没什么存在感。新能源这边倒是经历了从完全卖不动到慢慢打开市场的转变。现在各大品牌都忙着搭建线下销售渠道，只能小批量试卖，每年49000台的进口配额卡得很死，短期内很难大批量出货。不过当地消费者对国产电车接受程度很高。加拿大也成了国内车企进军北美市场很重要的试验场地。政策方面前后差别特别大，2024年10月一直到2026年2月这段时间算是高关税封锁期。加拿大跟着美国给国产电动车加征100%的惩罚性关税，算上基础关税综合税率，直接到106.1%，国产电车根本没法正常进口售卖。2025年一整年，咱们自主品牌电车出口加拿大才2800台，市场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就上汽 MG 的燃油车不受电车相关关税约束，销量一直保持稳定。等到2026年3月，新配额政策落地，之前的惩罚关税全部取消，换成每年49000台国产电动车的进口额度，配额之内关税只有6.1%，一旦超出这个数量，高额关税就会恢复。配额分上半年24500台和下半年剩余部分2批发放，采取先到先得的规则，而且额度每年会上涨6.5%，到2031年整体上限能涨到7万台左右。政策里还有硬性要求，2030年之前走配额进口的车子里要有一半定价不超过35000加元，主打平价代步车型。车企如果想彻底不受配额约束，3年内必须在当地成立由加拿大资本控股的合资工厂。49000台的年度配额看着不少，但加拿大全年新车销量差不多180万台，这个额度占比还不到3%。另外，上海生产的特斯拉同样要占用这份配额，业内预估特斯拉会分走18000到22000个名额，留给比亚迪、奇瑞这些自主品牌的份额就被压缩得所剩无几。各个品牌现在落地和销售进度差距明显，上汽 MG 是唯一一个长久稳定在当地售卖的中国汽车品牌，燃油和混动车型不用面对电车惩罚关税。2025年全年卖出大约45000台，市场占有率2.4%，也是加拿大人最熟悉的国产汽车，销售网点遍布全国，主做平价燃油 SUV 和混动轿车，价格优势很明显，早就稳稳扎根当地市场。吉利旗下的路特斯是首个正式在加拿大交付车辆的国产高端电车品牌。2026年5月，第一批18台 Electric 高端纯电 SUV 运到当地，同步开出6家门店，计划年底门店扩充到12家车型，定位高端豪华，售价不菲。绿标特斯拉 Model X、宝马 iX 只做小众高端客户。极氪也已经完成当地商标注册，正在开展低温电池测试和各类法规认证。打算2027年推出001和 X 2款车型。奇瑞这边靠欧盟达捷途主打高性价比路线。2026年5月，150台测试车辆抵达港口，用来道路实测和门店试驾。计划3个月内再追加1000台商品车。目前正在多伦多、温哥华筹备10家授权经销商，主推35000加元以内的平价电动 SUV， 刚好契合政策对平价车型的要求。在售车型包含欧盟达5和捷途7，插混瞄准普通家庭代步需求。比亚迪是布局动作最快、普通民众关注度最高的品牌。阿透3、海豚、海豹、海狮7字款车型全都通过加拿大当地法规认证，规划了20家线下体验门店，覆盖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3大核心城市。当地调研数据显示，67%有购买电车意向的消费者都认识比亚迪，知名度甚至超过大众、宝马，只是现阶段还没有大批量交付，预计2026年底才会正式大规模零售，目标拿下自主品牌剩下的配额份额。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品牌同步跟进布局。长安组建了专门对接加拿大市场的本地团队，同步开展车辆低温测试和法规认证工作。小鹏针对加拿大当地充电标准调整车型配置，在西海岸选址筹备门店，等待上市。未来完成了冬季电池耐久相关测试，同步规划配套换电站网络，主打高端家用电车赛道。
截至2026年6月，所有自主品牌运进加拿大的电车加起来只有2910台，绝大部分都用作测试车辆和展厅展车。真正交付到消费者手里的车子数量很少，还没能形成稳定持续的销售规模。加拿大市场本身对国产电车接纳度很高，优势十分突出。首先存在明显的价格差，当地本土电车起售价普遍4万加元起步，国产的比亚迪海鸥、奇瑞欧蒙达走完配额低关税流程后，售价能压到2万5至3万3千加元，再叠加当地5000加元的电车购置补贴，整体购车成本直接减半。平价电动车市场基本没有能与之竞争的车型，当地民众整体也很认可国产电车。相关民调显示，61%的居民支持引进中国电动车，55%正在看车的消费者会把国产电车纳入选购清单。当地人主要是想解决本地电车售价偏高、可选车型偏少的问题。各大车企也都针对性完善了产品适配性，全部针对加拿大零下20-30度的严寒气候，优化电池温控系统和雪地行驶模式，同时完成北美碰撞标准、车灯规范、供电接口等一系列法规认证。车子本身不存在硬性短板，不过发展路上的阻碍同样不少。首先，年度配额直接给短期销量设了上限，4万9千台总量，还要分出一大半给特斯拉上海产车型，单个品牌一年能卖的车仅有几千台，很难分摊门店建设、售后维护、零配件仓储的各项成本，短期内很难实现盈利。销售和售后体系几乎需要从零搭建，除了秘制之外，其余品牌都要重新发展。经销商、零配件、备货、维修、技师培训都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加拿大国土面积广阔，东西海岸之间运输配件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想要摆脱配额限制，本土化建厂门槛又十分严苛，必须和加拿大本土企业合资，并且由加方掌握控股权，还要大量采用本地零部件建厂投入，资金体量巨大。目前各大车企仅停留在洽谈评估阶段，暂时没有落地建厂的计划，地缘层面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美国一直在向加拿大施压，要求限制中国电动车后续配额，关税规则随时有可能调整。当地本土车企以及日韩品牌也在游说政府收紧外来电车准入标准。往后市场发展可以分2个阶段来看，2026年到2027年属于小规模试水消化配额的阶段。扣除特斯拉占用的额度后，所有国产电车全年销量上限大概2万至2万5千台，在当地电动车细分市场占比能达到8到12个百分点。这个阶段，车企主要目标是积累用户，搭建销售售后网络，收集车辆在北美严寒环境下的使用数据，不会追求大批量走量。到2028年至2030年，如果头部车企顺利落地，合资工厂就能不受进口配额约束，同时每年递增的配额届时会扩容到6至7万台。国产电车在当地电动车市场的占有率有望突破20%，平价电车赛道能建立稳定的竞争优势。整体来看，加拿大市场的战略意义远大于短期销量。当地的法规路况、冬季气候和民众消费习惯都和美国高度相似，是国内车企低成本积累经验的练兵场。在这里吃透北美车辆认证、经销商运营、售后服务整套流程，也是为之后进军美国市场铺路。综合来看，现在中国汽车在加拿大刚好处于政策放开后的起步阶段 ，MG 的燃油车已经实现稳定盈利，各大新能源品牌刚完成车辆到港、门店筹备工作，还没有正式大批量售卖。鸽子的价格优势和消费者购买意愿都很可观，但进口配额不完善的线下渠道、严苛的建厂政策3重因素制约着短期销量提升，短期只能小规模试水经营。长期来看，这里是中国新能源汽车打通整个北美市场至关重要的试验阵地。